你知道吗？在泰国靠近马来西亚霹雳州的夫洞的大山里，有一个美丽安宁的小村庄，叫做第一友谊村。这个如今看起来与世无争的小山村呢，曾经是在马来西亚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最后的战斗根据地。而时至今日，它已经变成泰国南部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和历史文化古迹了。从夫洞城区驾上摩托出发呢，不到1小时，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美丽小山村的大门口。这里在门口购买了门票之后呢，我们通过一条一直往下的台阶路，就可以到达那个神秘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马贡的地下基地了。他们怎么找到这么个地方？说它是地下基地的，并不仅仅因为它的秘密和它的隐秘，而是它整个基地呢，都是在大山中直接开挖了一条向下的隧道，所以说它是真正的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地下基地。那么在前往地下隧道的过程中呢，路两边呢也不时有当年马贡留下的一些遗迹和一些遗址可供你参观。这条路呢，其实还是非常长的，从门口售票点一直往前走，基本上要40分钟左右，才可以到达真正的隧道入口。走了将近半小时呢，在我的前面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洞口，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隧道入口，这只是当年马贡成员用来煮饭的一个炉灶而已。那么像这个地方呢，是当年马贡的战士在这里站岗放哨的一个岗亭。路过岗亭呢，又走了将近10分钟呢，终于到了真正的隧道入口。在这里呢，还有人继续在检票，所以想逃票呢是基本不可能的哦。在隧道入口前呢，还有一个简易的休息大厅，这里呢，电视机上呢正在循环播放着马贡当年的纪录片。很有意思的呢，是在入口的左手方，经过一条长长的空中连廊的，还有一个香火非常旺的财神庙。那么一边呢是信仰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战士，那么另一边呢又是香火旺盛的财神庙。但是你一想到这是在泰国，那么这一切呢就又显得那么的合理。在正式进入隧道之前呢，还有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友谊村历史纪念馆，里边陈列了关于马来西亚共产党以及这个友谊村是如何建造起来的一些历史文献和一些文物。关于马贡的历史，简而言之，在1930年代，受共产主义思潮和苏联的第三国际的影响，那么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呢，成立了马来西亚共产党。那么随后呢，在抗日战争和反抗英殖民地的斗争中呢，他们也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随着马来西亚联邦的独立呢，马贡在国内的地位呢，多少就显得有一些尴尬。那么随后和马来西亚政府的谈判中呢，因为意识跟形态的不一样呢，导致谈判呢最后也没有结果，所以马来西亚共产党呢就被迫分裂和解散。那么一部分马贡成员呢就回到了马来西亚国内，融入了当地社会。那么还有一部分坚持自己理想跟坚持斗争的马贡成员呢，就辗转来到了泰国的夫洞，在这里成立了自己的地下战斗基地，这也是现在这个友谊村的由来。时间一晃几十年，当年坚持留在夫洞进行斗争的马贡成员呢，如今都已经加入了泰国国籍。那么留下了这个友谊村和友谊村的地道呢，为后人讲述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
一进入隧道，我听到的并不是那种庄严雄壮的革命歌曲，而是轻松愉快的电音舞曲。这个呢也非常符合泰国这个国家的调性。不管多么沉重的历史，还是多么庄严的宗教，到了这个国度呢，就变得这么轻松和幽默起来。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这个隧道呢非常的长，也非常的深，同时呢又有很多的支路和岔路。光是走主路呢，就要将近半小时时间才可以从头走到尾，更别说如果每个支路都去拜访一下的话，可能要1个小时以上。整条隧道呢，在大山的山体里呢是蜿蜒前进，很难想象当年马共成员为了修这个隧道花了多少的精力和劳力。同时呢，这个隧道里的设备呢也非常完善，有战斗室、寝室、仓库、弹药库等等等等，基本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小社区了。同时呢，这个地下隧道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优点，就是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如此炎热的深山老林里呢，在地下呢是非常的凉爽的。从隧道的另一头出来，要回到一开始的售票处呢，还有非常长的一条林道要走。一路上呢，也有不少马共当年留下的遗址可以参观。那么最重要的是，在接近出口的地方呢，有一棵千年老榕树。结束了在友谊村的参观呢，我们就要回福洞城区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走来时的那条大路，而是从友谊村背后的山道走山路回城。福洞这个地方呢，靠近马来西亚的霹雳州。对马来西亚地理有所了解的朋友应该知道，霹雳州呢是一个大山环抱的一个州。那么福洞这个地方也一样。如果说我们去兰塔岛、去甲米、去苏梅岛是看海的话呢，到福洞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看山的一个绝佳的所在地了。在这个公路上行驶呢，非常有驾驶乐趣。同时呢，在这个山道上呢，还有很多的观景台，可以供你停车驻足观赏山景。那么今天呢，将是我们在泰国待的最后一天。那么在前面呢，我已经经历了整整23天的长时间的摩旅。那么最后一天呢，我也不想搞得太累。在观景台拍完了风景之后呢，我们就直接驾车回到福洞城区。海鲜火锅泰式自助餐，今天把老板请客。哦，好。The next day， 昨天晚上我们在泰国境内吃的最后一餐呢，之所以会选择泰式火锅，是因为当时下起了暴雨。那么福洞这个地方一旦下雨呢，就变得非常的寒冷。当时呢，我们边吃也边想，希望明天我们出发回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大晴天。结果呢，第二天一早起来呢，我们算是得偿所愿了。
福洞这个城市离马泰边境的确非常的近，我们从城里骑车不到10分钟呢，就来到了高乌边检站。从泰国回大马的手续呢相对简单，但是记住一点，就如我在第1集视频里说的那样，那张记录有你车辆信息的表格呢，一定要还给泰国这边的海关工作人员，同时在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只有这样呢，才说明你和你的车辆呢已经合法正式的离开了泰国。那如果不小心忘了将这张表格还给泰国海关的话呢，下次你在入关的时候呢，可能会面临1万泰铢的罚款。在将车辆表格交还海关之后呢，你就下车来到移民局大厅呢，将自己的护照盖上出境章，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正式离开泰国。在离开泰国海关进入马来西亚海关之前呢，在中间的广场上，我遇到了一群泰国摩友。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停下来欣赏一下他们帅气的改装摩托车好了。离开了泰国海关大厅之后呢，不久就看到了熟悉的马来西亚国旗和霹雳州的州旗。当马来西亚的海关官员在我的护照上盖上入境章之后呢，此时我的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成就感和亲切感。在正式进入马来西亚国土之前呢，有一位移民局的警察呢例行对我进行了一个询问。当他知道我是中国人，驾着马来西亚的摩托去泰国摩旅呢，也表示非常的惊讶。Sorry, I'm not a Malaysian people. I come from China. But I live in Penang because I have a MM2H visa.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Yeah. I live in Penang. Live in Penang. Second home. Second home, yes. Second home.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Uh-huh. Business, not to business yet. Because I just go to Penang, settle down for 1 year. Maybe next year I will do some business, I think. Okay, thank you. Terima kasih. 终于，我和来时一样，顺利通过了福洞和高乌之间的边检站。至此呢，我又重新回到了马来西亚的领土上。而我这耗时整整23天的从马来西亚出发到泰国苏梅岛，然后再回到马来西亚槟城的泰南环线摩旅呢，也算是基本顺利完成了。在此呢，容我向大家赘述一下我本次行程的全部内容。从槟城出发，到吉打州的阿罗斯大，再到张润买好车辆保险之后，到玻璃寺走汪克链边检站，到泰国沙墩，到董里，到甲米，然后在兰塔岛上住了4个晚上，出发去苏利他尼，在苏利他尼呢坐渡轮到苏梅岛，苏梅岛住了3个晚上之后呢，再出发到洛坤府的纳空斯坦玛丽，然后呢到帕塔伦，帕塔伦呢走宋卡湖的高速公路到宋卡府，然后到和爱，和爱呢再到野拉府，野拉府呢到福洞，福洞呢走高乌边检站回到马来西亚，过华令、把令，最后呢再一路回到槟城。这一口气报下来，感觉是非常的有成就感。现在回想起来，以往任何一次旅行即将结束时，内心都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满成就感和幸福感。这就是摩旅带给我的独一无二的体验，这也是其他的旅行和旅游无法带给我的满足。哎呀，终于回到亲切的槟城了啊！整整20天，泰国又回来了。平安回槟城，我们上渡轮。前面就是交池塘，回到亲切的交池塘。最后呢，我也向各位观众们预告一下。那么在结束了这次泰南摩旅之后呢，
我回到了中国，过了一个新年。然后呢，在下个月呢，我又准备再次回到马来西亚。然后这次回来以后呢，我再计划一次环整个马来西亚，应该说是西马半岛的一次长途摩托，请大家敬请期待。然后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的频道，支持我的摩旅，支持我的节目。我们在随后的环马的行程中再见哦。最后再让我说一句，谢谢大家的观赏，谢谢大家的支持。Thank you for you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